道至简，化伤寒，仲景之秘为真传，后世一家各之一，未有众圣在一殿。我们不仅仅是肺部感染，已经向外扩散到我们的气管这个地方，怎么办呢？影响了我们嗓子的这个已经向四周扩散了这个炎症，这个病毒不仅是在肺部了，造成了老是喘，或者是喘也能解决了，有杏仁嘛，喘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如果喘得更厉害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合用了射干麻黄汤，它主要是麻黄、射干、紫苑、款冬花，这是一个外围的一个小模块，然后加上了什么呢？本身就有半夏、甘草、夏、甘、姜、辛五味汤。五味子这儿没用，本身应该有一个降肺气的五味子，我们有杏仁了，代替了它了。杏仁就是降肺气的，五味子降肺气。那有的朋友会问了，我要严重了，我要加上个五味子行吧？我咳嗽的特别厉害，没问题，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加上个五味子也是可以的。所以这个底方是两个，一个叫夏、甘、姜、辛五味汤，我这儿写了是灵甘姜辛五味汤，又加了半夏、杏仁，其实就是小青龙汤的底方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记上茯苓、甘草、甘、生姜或者干姜，要散水气。这用生姜，散水气多了用生姜。如果胃寒了，这个水更寒，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干姜，或者是在生姜的基础上再加干姜都可以。细辛这个药是搜风剔骨，能够把我们身上的络里头的寒都能够给它搜出来，随着麻黄也好把它散出去。这就是细辛，那个药特别的细，特别细的一种药，一种草，细就能够把角落里头的寒都能够搜出来。它是一个辛散，辛就是散，还是热，是一个热药。所以干姜、细辛、五味子，或者是干姜、细辛、杏仁降肺气，五味子降肺气，降肺气的我们后边还要扩展。还有麦冬，我们都可以再酌情的加。那么麻黄刚讲了，射干是干什么呢？射干就是专门清理我们的管道，就是这个气管、食道这个地方的炎症的，也叫清热解毒、消炎。但是它专门有个靶向，就是我们的嗓子这个地方有炎症，就专门针对这儿的。它清热，专门是清管状壁的水肿，说白了就是管状的地方，气管、食管，还有什么各种管，那管壁有点水肿、发炎，有点热，有点毒，这就是射干的靶向。紫苑、款冬花干嘛的？专门是化顽痰的，那个痰太顽固了。半夏刺激膜系统分泌，这个也是刺激膜系统分泌，但是呢，它刺激膜系统分泌总有一些半夏、紫苑、款冬花一配合，我们粗分子的，就是大分子的那个物质，用的是我们中药的有一个叫四气五味，或者叫用中药的一个是气，一个是味。味就是分子链比较大的那些中药，药里头它虽然熬成汤了，也有一些大分子，也有一些小分子。微观的小分子成为气，它从胃肠道吃进去以后，这个药以后啊，它会进入血液，它循环到了我们嗓子这个地方。款冬花、紫苑专门的把这个地方的顽痰就变稀了。
烷碳变烯碳，然后正好那个胃大分子的还是半夏、紫苑、宽冬花，它正好能够刺激膜系统分泌，一刺激膜系统分泌，哎，这儿化烯的那个痰就顺着我们的三焦膜系统就流过来了，就是高浓度向低浓度地方的自然扩散或者流动就过来了。所以这个很神奇的这些我们的中药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就是小分子的顺着血液能够进入穿透血管壁进入血液，它把这儿痰化开化烯，然后再大分子的刺激膜分泌，让它开一个祛痰之门户，开一个口，然后就过来把痰就排出去了。哎，然后射干把这地方的炎症一消，然后我们由于一些肺部感染扩散到嗓子这里头，然后让嗓子老是吼吼，就是呼噜呼噜的声音，就是那样的。我们就用射干麻黄汤。射干麻黄汤就是这几味药啊：麻黄、射干、紫苑、冬花、半夏、甘草、生姜、细辛。然后我再给大家再揭示一个秘密啊！大家学这个方子，因为它太大了，这个秘密也记住了。我们是不是睡觉有打呼噜的呀？射干麻黄汤是治疗打呼噜的方剂之一。有一句话说是求医不如求己，与其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院，还不如把自己的健康交给我们自己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要学好中医，学习《伤寒论》的知识。有的朋友会说，中医太难学了，《伤寒论》作为经典中的经典是更难学，我学不会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我们在每个月将从头条里头招募500名学员，我将手把手的利用每天早课的时间带大家用大道至简的办法学习《伤寒论》的知识。想学习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页，然后再点击私信，我将安排我的老师跟大家联系，我们共同学习中医的知识，学习《伤寒论》的知识，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。好，期待同学们的参与。